我是赵少康，欢迎你来到 TVBS 少康战情室。上面向特别来宾李宇翔议员、蓝轩小姐、尹乃菁副主委、杨志宇发言人、唐湘龙先生。好，习近平一天跟普丁通话，又跟川普通话，一天2个哦，哇，很忙碌哦。很少这样，一般就是跟1个就已经不简单了哈，跟2个哦。那普丁称习近平叫做亲爱的朋友，哦，而且习近平说我没有独后川普哦，也邀请你上半年访问中国。普丁说我接受了，我也要去哦。所以4月川普要来，那普丁大概前后后也要去啊。5号末日时钟倒数，美俄最后核武条约今天失效了，1972年签的，现在失效了。换句话说，从现在开始，各自去发展哦，所以全世界恐怕陷入失控的军备竞赛哦。那川普也想自己去发展哦，然后呢，俄罗斯也讲好吧，你要发展，我也反正发展。当时有很多现在的一些什么水下的啊等等这些发射，当时没有签到哦，没有约的时候没有想到有这些东西，所以现在有些新的东西出来啊。那另外呢，这个习近平接连跟普丁、川普通话，有没有谈台湾问题？哦，至少我们知道美俄元首访华是把它敲定的，川普4月普丁要去啊。那川普就很高兴，立刻发文说呢，川普是他自己的发言人，说呢，大陆对美要大采购哦，黄豆就要买2000吨哦，说呢这个我的谈的非常出色，谈的很长，谈的很细哦，我跟习主席的私人关系非常的好，中美关系很好，我跟他2个的私人关系也很好，都好哦。黄豆价格大涨哦，为什么呢？因为美国这个大陆要增加2000万公吨，所以变成2500万公吨，光这一季哦，所以呢，哇，需求增加了，市场就涨价了啊。我们先看一下。大陆国家主席习近平4号晚间与美国总统川普通话，台湾议题成为焦点。永远不可能让台湾分裂出去，美方务必慎重处理对台军售问题。根据新华社释出消息，习近平将重点放在台海，除了再次重申对台主权外，特别提到台湾问题是中美关系中最重要的议题。习近平主席的重要讲话，为我们做好对台工作提供了根本遵循。大陆国台办5号跟进表态，强调会遵循习近平讲话立场，同时批评民进党政府导致台海局势紧张动荡。不过对比川普的发文，川普证实双方有谈到台湾，但具体聊了什么没有多做说明。他更关注的是美中经贸合作，透露大陆有望将本季的美国大豆采购量从1200万吨提高到2000万吨，并表示非常期待4月的访中之旅。而就在与川普通话前，习近平才跟俄罗斯总统普京视讯通话。在这充满美好寓意的一天，我愿同老朋友深入交流，共同擘画2国关系新的蓝图。Россия в лидерах по поставкам в КНР энергоресурсов. Наше партнерство в энергетике имеет взаимовыгодный и подлинно стратегический характер. 习近平罕见在同一天先后跟俄美元首联系，而与普京通话时间点正值俄罗斯与美国的核武军备控制协议将于5号到期。В ходе разговора председатель Си Цзиньпинь пригласил Владимира Путина совершить официальный визит в Китай в первой половине года. 川普、普京都计划在今年上半年访问大陆。美联社报道分析，全球地缘政治升温之际，大陆试图在俄美之间寻求战略平衡。好，今天联合报头版头条是说呢，习近平要求美国慎重处理对台军售问题。习近平说，台湾是中国的领土，所以卖那么多武器，你要慎重处理啊。然后呢，美国媒体说呢，台湾议题正式被提到了。所以4月的川习会可能会提到台湾，但是白宫说对台政策没有改变啊。为什么？因为上次通电话说没有提台湾，所以当时他就讲说，到底好还是不好？我们节目还讨论，不好是什么都不管台湾呢？好是说，哎呦还好，台湾问题最好不要被提，最好大家忘了还是台湾问题啊。这次提了啊。那另外呢，这个中国官媒新华社说是画了红线，表示台湾是主权的核心，所以呢要慎重处理对台湾的军售。湘龙怎么看？
我们先看普丁的部分，因为习近平是在昨天下午先和普丁视讯，因为是视讯的安排，我相信这个是很早就约好的，而且以俄罗斯方面所释放出来的讯息，比大陆要完整很多。也就是说，他们谈的时间除了是用视讯之外，你看出来比较正式，双边的阵容，那该到的幕僚通通到了，那个是一个视讯的中俄之间的正式的高级别对话。但他对我来讲比较讶异，就是因为在4天之前，中俄国的国安会的秘书长绍伊古才刚跟中国的外长王毅在北京才刚见了面，2天1夜高级别的战略对话。那中俄之间既然已经到了这个级别了，他为什么才3天之后呢，就有习近平和普丁的这样一个视讯？那表示他们谈的东西可能远比我们想要层次要来的高。这是中俄本身的背靠背。普丁是不是要到大陆访问，其实并不重要。感觉上面好像是为了因为川普要来，所以我也把普丁也邀来。普丁去年9月3号，他才站在天安门城头上面。也才不过4个月前，所以中国跟俄罗斯之间的关系是非常紧密的，是背靠背的。那但是中国跟习近平呢和川普的通话就很特别了，因为这个通话感觉上面比较的急就章。那和俄罗斯谈的，我觉得是战略性的对话，可是习近平和川普谈的，我觉得都是交易性的内容。你看他谈的几乎全都是交易，都是在商品。因此，中国所发出来的新闻稿里面，不但没有川普在他的 True Social 里面所谈的那些什么大豆啦，然后什么这个发动机啦，或者是呢这其他的这些呢采购交易项目，原油啊，不但没有谈这个问题，他直接谈的呢就是大家现在最关注的，习近平第一次把有关于呢台湾的军售问题，在一个公开的场合当中呢，要川普给个清楚的说法。刚刚说呢，就是那句话如果翻成中文，就是你还要不要呢？按照现在的军售的标准卖武器给台湾，你川普好自为之。虽然他没有明确的，就是说今年的4月份，因为就剩下2个月，2个月之后，我估计川普还是会到北京去，但是呢，这个是有前提条件的。因为这一次的4月份的到访，如果没有针对台湾问题，手不远千里而来，何有利于中国乎？今天川普如果要到北京走这一趟，川普如果没有足够的准备，不要说呢，他跟普丁一比了之后，中俄关系跟中美关系马上呢会出现很明显的分界。第二个是中美关系，现在所有的中美的相对的比较平缓的关系是休战1年了，它不是关系的正常化，是去年的关税战、贸易战、科技战各种的对中国的打压失败了之后休兵1年。休兵1年的话，也不过就到今年底而已，所以中美之间是有很多的不确定性的。台湾其实不要再昧于现实，就是习近平前年他在呢当着拜登的面，他说你如果支持一个中国，你就应该主张和平统一。今天呢，他当着呢这川普的电话里面，他就说有关于就是呢军售的问题，你应该如何。简单说呢，虽然大家在谈所谓的第4公报，有没有第4公报不是重点，可是过去的3公报。建交公报、上海公报，那个呢都是原则性的、立场性的公报。其实真正牵涉到两岸的实务性的公报是817公报。但是817距离现在呢也已经40几年。中国现在针对上个世纪1983年的817公报，那个时候的中国是啥呢？跟台湾的总体的经济实力也不过台湾的2倍而已。但是呢，跟美国的经济差距当时何等巨大。今天呢，再要谈一个中美之间对台湾立场的一个很核心的问题的时候，谈出来的条件就不是817公报那种的规格。所以台湾对接下去的2个月不要掉以轻心。3月中国大陆呢开2会，4月的这场的见面
或者是不见面是最糟的。如果川普之后呢，大陆去不了了，那当然很麻烦。但川普如果去了，对台湾同样很糟。哎，蓝轩。我是觉得这个昨天啊，这个习近平动作确实是蛮罕见的，就接连这个2通电话，一个是视讯，一个是电话。那我觉得蛮明显的，我觉得他有几个讯息啊，就第一个，习近平他想要凸显出来，目前呢虽然过去这段时间，川普不断的说他要去大陆啦，这习近平要回访啦，我们要见4次面啦，但是呢，习近平方面一次都没有回应啊。那这一次等于是他第一次这样回应了，不但是他回应了这个，我看这个中国的驻美的大使谢峰也在美国讲了说，接下来这一年会有一系列的两国的高层互访，所以显然呢，这是第一次习近平回应了，而且他的感觉是说我主动回应你，就说今天呢要不要见这些，不是说你说了算，我今天打电话给你，我告诉你的，我愿意跟你见面，我愿意让中美的2大强权在未来这一年当中，在这个国际的情势瞬息万变当中稳定的交流，所以是我习近平要求要主动，我觉得这件事情是他想要铺陈出来的一个气氛。再一个就是说他要均衡，就是他一个方面呢跟他最传统的铁杆盟友这个俄罗斯这个拉来见个面，再来一个跟他传统的可能是对手，但现在可能也必须要去好好交往的这个美国见一次面，所以他又有一个主动的意味，又有一个均衡的意味。所以我觉得这个习近平他其实虽然这个电话看起来像即兴的，但我觉得他试图凸显出来的是一个中国大陆是一个跟美国平起平坐，不是你想见我就要见你的那么一个大国。我觉得这是第一个他想铺陈出来的气氛。那第二个当然就是在台湾问题，我觉得台湾问题真的我就说也不只是说上半年，我觉得今年这个第一个我就很简单说，我觉得台湾已经上了餐桌了啦那上了餐桌之后的话呢，目前也看起来了，这个美中双方会有非常频繁的在未来这一年，不管是见4次见3次，就是要见面了那现在看起来的话呢，未来会谈什么不知道，但是目前呢，从习近平的谈话讲到军售，我觉得他已经成为一个前提。就是你要4月见我，或者你接下来见我，你要先把这个前提搞清楚，就是你要审慎处理对台军售问题。所以我觉得这个问题现在就是说，以后会不会有更多的交易，就台湾再被交易，不管是反台独啦，不管是什么其他的一些什么公报之类的，但是至少在前提部分就已经，我觉得习近平这次的态度蛮硬的，硬到就是说我连你要跟我见面，我都要设一个前提。所以这个前提，我觉得为什么会突然讲这个东西？我觉得跟这几天AIT 不断的跟赖清德双方台美共同施压，我们的立法院得要的通过这个1.25兆，而且过去这几天看起来不只是鼓励联，包括美国的什么众议院的什么军委会的主席，哇，这个话都讲得很重。台湾的这个国会没有通过令人失望啦，让人难过啦，你会让国际这些误判台湾有没有这个自我防卫的那么一个决心等等所以我觉得这一部分事实上呢，老共看在眼里。过去的话呢，针对这些军售，其实例行性的、仪式性的，只要美国卖，中国就会抗议。但我觉得这一次已经层级拉高到习近平出来说，你要跟我见面，可以谨慎处理对台军售。所以我觉得这部分的话呢，我们就要特别注意，就接下来的话呢，AIT 的态度会不会改变？那或者说先前我不知道他讲的是现在这一笔1.25兆的特别预算，还是讲的是去年底？大家记不记得有个111亿？包括什么海马士啦等等那一批说列出来已经要给我们的，所以他讲的是即将要列入预算的，还是已经要给我们的，都必须要审慎处理。我觉得这部分的话呢，到底川普会站在台美的关系立场着想，还是会站在美中之间未来这一年的立场去着想？这部分最近这段时间，川普方面的对台军售政策会变得非常的关键，可以让我们闻得出来，到底川普还会不会是一个我们的大哥也好，爸爸也好，或者妈吉也好，总而言之，他到底可不可能在未来这段时间把台湾卖掉，在餐桌上把台湾让对方给吃掉？我觉得这个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事情。而且我们刚刚也讲到说呢，有关于这个核武这件事情，我觉得其实已经反映出来很清楚了。连核武那么重要的事情，而且连普京都告诉你说我是愿意谈的，我们可以延长1年的。今天川普说不用，因为我自己要发展核武。我觉得这也反映出来的一件事情就是，我觉得美国再也不是我们相信的一个所谓的负责任的大国，他没有打算要跟你负责任，他要当一个自私自利的大国所以对台湾来说，对核武来说，对全球的和平来说是这个样子，对两岸的和平来说也是这个样子所以我觉得对台湾来说，昨天习近平一通电话只是电话，但是我觉得他拉开了这一整年台湾准备要上桌的序幕。不过基本上就是说，任何政治是互动的了，你很难去你骂，在台湾一样，你骂一个人或骂一个党，所以他都像死人一样不回应你，不可能，他一定会互动的。同样的，当美国最近一直在 push 参议员、众议员出来讲，说立法应该通过这个什么国防预算啊，什么韧性预算啊，这样 push 鼓励人一直这样介入的时候，
老共不会看呐，对不对？你们扯半天，我直接打个电话给这个川普，告诉他你们搞什么。所以很多事情不是说你以为你做了，别人就不会有反应，任何事情都要想到3步以后、5步以后到底是怎样。那刚刚提到说有没有可能第4个公报不敢讲，但是我先讲，1972年是订了一个上海公报，1979年签了一个建交公报，1982年雷根的时候签一个817公报哦，所以那再来会不会有新的公报，也是大家在看的。那新的公报会不会把台湾的利益出卖了，更是大家要关切的。休息一下再回来。好，因为川普跟习近平昨天通电话，有谈台湾，习近平要美国慎重处理对台湾的军售。我们外交部说，美国的军售还是一样常态化，而且台美伙伴关系更紧密。我不更紧密是比以前更紧密，还是习近平讲的话以后更紧密啊？那讲了话以后怎么会更紧密呢？很好笑了啊，这自己安慰自己嘛。那另外呢，赖清德说台美合作不会改变哦，而且呢有4个不变哦。那第一个呢，台湾不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这不变；第二个呢，这个美国的这个台湾关系法6项保证不变；哦，第3个不变呢是这个美国作为集体防御责任分担，维护印太和平稳定方向不变；第4个不变呢是台美关系坚如磐石，这个不变啊。那讲的是4个不变啊。那其实这个话照理讲应该是老美讲的，不是你讲的。你变不变不重要，他没变才重要啊。我没变心，你没变心怎样？他变心了哦，所以呢，赖清德也很好笑，他说4个不变，讲了半天，基本上讲有替美国讲承诺不变，但是老美讲才有用，不是你讲说他对我的承诺不变了哦。那另外呢，这个赖总统是说呢，这个因为大陆有说台湾是中国的领土哦，所以呢，赖总统说台美关系像磐石一样坚如磐石啊。那另外呢？这个因为谈到台湾议题，所以呢，赖清德说接受9·2共识就是推展统一。当然他在讲国民党哦。那郑丽文说，民进党应该接受9·2共识，没有那么可怕了。9·2共识那么可怕吗？是毒蛇猛兽吗？赖清德说，表示你们郑丽文真的是中国人，你们要积极推展两岸统一，否则呢，为什么说9·2共识免惊啊？那另外呢，这个陆委会也强硬回应王沪宁9·2共识的说法，他说目的就是要消灭中华民国，要并吞台湾。那大陆国台办怎么讲呢？他说，民进党叫做靠着外国以外谋独，所以台海才紧张。台海是现在为什么搞得这么紧张？哦，为什么这个好像一副这个剑拔弩张，就是因为民进党以外谋独。那另外呢，这次国民党去呢，叫各表一中，9·2共识，所以表示台湾就是9·2共识，台湾还是有表述空间的哦，因为以前或是民进党讲说没有一中各表，也没有各表一中了，9·2共识一个中国就是大陆哦。但是这次萧前有说就是说呢，他这个重复叙述了当时怎么讲，各以口头表述一个中国哈。所以呢，这个不管一中各表，各表一中是有表述的空间啊，不是没有表，并不是像老共讲他的，我们讲我们的，这样讲各说各话了啊。那黄国昌说呢，川普不太在意中华民国的主权了。川普也不是跟你谈民主、谈价值了，都在谈价格了。黄豆2000万吨变成2500万吨等等，川普就在意这个东西好吧？外交部说军售会还是跟以前一样没有变，我们看一下。台湾向来关注中美的互动，台美之间也有很好的沟通管道。这一次中美领袖的对话，在美中台3边关系维持4个不变。言下之意似乎在告诉国人，川普并未在通话中牺牲台湾权益。倒是根据中国官媒报道，习近平要求川普慎重处理台湾军购议题。希望在野党能够不忘当初参选的初衷，一定要维护国家的利益、人民的利益，不要因为要进行两岸的合作，就来推迟中央政府总预算以及国防特别预算的审查。这是在暗呛在野党是中共同路人吧？毕竟黄国昌对军购的反应是这样：台湾尊重美国的民主程序，也请美国尊重中华民国的民主程序。另外，前一天郑丽文再提9·2共识。9·2共识就是两岸同属一中，
而已，没有那么恐怖，也不是洪水猛兽。习近平先生已经多次说明，就是一个中国原则，台湾方案就是一国两制，完全没有中华民国表述的空间。在这种状况之下，如果有人欣然接受9·2共识，并且不害怕的话，那表示他真的是中国人。同时呢，也积极的在推展两岸的统一。总统没指名道姓，但说的是谁，懂得就懂。好，因为赖清德有说9·2共识，1国2制。国民党刚刚发表了一个声明，说9·2共识跟1国2制毫无关系。习近平也从来没有讲过9·2共识就是1国2制。所以呢，赖清德是捏造习近平的言论，自导自演，大搞认知作战。他自己做不到和缓两岸关系，就只会扣红帽子。好，这个乃金怎么看？第一个习近平在昨天一个很特殊的时节点上，因为今天呢，美俄的核武协议、军控协议呢，就是到期了哈。在这样的一个时间点上呢，因为中方呢似乎是采取主动的跟普丁呢视讯，然后跟那个川普通话，因为传统上面来讲过去如果说是中国大陆呢是在应对方的邀请的时候，他都会加一个应约如何如何，应约如何如何。但昨天呢，在那个新闻稿发布上没有，所以似乎呢是中方呢主动的去牵起这种大国的纵横捭阖的外交，在面对一个核武竞赛的一个新时代，所以这样的一个举措呢是非常有重大意义的这是第一点。第二点是，民进党呢和这个绿媒呢不断的扣国民党帽子，扣郑丽文的帽子，说，因为郑丽文呢要到北京了去见习近平呢，所以呢他们国民党呢就要挡这个军购预算呢，这个军购的问题呢，就是郑丽文呢到北京的门票，就现在看起来。显然不是郑丽文到北京的门票，是川普到北京的门票了哈。习近平呢，非常严肃的因为这个在过去他和这个美国领导人谈话的时候呢，鲜少会这么的明确的提到有关于要慎重的处理军售问题。然后在台湾问题上面呢，我们也看到川普的答复，他是说我重视中方在台湾问题上面的关切，愿同中方保持沟通。等等在这样子的一个前提之下，我觉得在前一段时间的时候，就前面这几天，美国的参众两院的议员呢，陆续的发表谈话要台湾的这个在野党呢，要慎重的来处理有关于军售的问题现在党这个军售的预算呢，是令人失望。我觉得这个应该是我们的驻美代表处发动的一波呢，还蛮成功的公关。但是在川普讲了那样子的话，当习近平提出了严肃的提醒，而川普做那样子一个正面的一个回应，而且我们看到川普在他出搜上面的那个文章的那个贴文里面呢，他非常的兴奋我跟那个伟大的国家、伟大的川普伟大的习近平然后呢，他很兴奋的，他4月要到这个又很长，对，又很长又很深入然后我就很兴奋，他4月要到中国去访问了所以在这种情形之下，虽然说呢，美国的国会呢，它可以通过法案，来强化说台美之间呢要有若干的什么军事上面的合作等等，但是有关于对台军售的掌握的还是在行政部门的手上，所以我们当然是要密切的关注接下来的美国的战争部国务院呢在这相关的议题上面呢会有些什么样的动作现在这个压力呢变成完全的转移到赖政府的身上去了就如果说川普为了要拿到进北京见习近平的门票，而在这个军购的这个议题上面有所大幅调整的话，那压力当然是到赖政府的身上。那至于9·2共识，我觉得这个都是民进党呢非常的擅长呢去错误的去嫁接一些观念我们要一再的强调。9·2共识呢，不管是什么各表一中或一中各表，这都是文字游戏而已。它很清楚的就是在1992年的时候呢，两岸两会达成各自以口头表述一个中国那对于一个中国的内涵的定义，双方各有不同嘛。我们说我们的中华民国，你们说大陆说你们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为什么这一次呢，大家会解读说在9·2共识上面有表述空间，是因为呢，王沪宁呢在见萧旭岑的
的时候呢，他主动的提到了，就是在习近平呢致贺郑丽文当选的贺电里面，以及郑丽文的回函之中，郑丽文就是提到了有关于两岸之间的共同的政治清楚，就是9·2共识，就是各自以口头表述一个中国。因为王沪宁提到了，好，所以呢表示说呢，大陆呢对这个双方各自表述的空间呢，他们当然还是接受的哈，所以会有对于未来两岸关系在这样子的一个共同的基础上面的运作呢，就会有开展一个比较大的一个前景啊。习近平呢从来都没有讲过9·2共识呢就是一国两制，9·2共识呢跟统一呢也八竿子扯不上边，所以呢才会是说这个赖清德呢就是在自说自话，在自己安慰自己。大家有没有觉得他今天在那边讲说台美关系什么坚若磐石的时候，有点强自镇定呢？不，就是基本上他可以讲了哈，我们还是要维持跟美国关系，但是美国要不要跟你坚若磐石，那是美国，不是你讲的嘛，对不对？你说他爱我一辈子，这他讲啊，不是我讲他要爱我一辈子啊。我可以讲我要爱你一辈子，但你要不要爱我一辈子，是他讲，不是你讲。所以赖清德今天讲了四个什么四个不变，四个不变。我觉得你帮美国讲，美国要川普自己讲才算嘛。基本上9·2共识当时就是各以口头表述一个中国，他说那叫中华人民共和国，我们叫中华民国，这有什么不对呢？我们不是叫中华民国吗？而且你赖清德不是中华民国总统吗？对不对？那你不是你是什么呢？你是台湾国总统吗？所以这已经是最大的可以有模糊的创造性的一个讲法。那国民党也是说，国民党也有人说啊，这个已经落伍了。国民党这10几年呢也找不出一个更好的这个讲法。民进党说这不对，那你民进党提一个东西出来嘛？民进党也提不出来，你就是提不出来。为什么？它就是一个有创造性的模糊的空间。那你还要怎样呢？休息一下再回来。